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是不是肚子上面鼓鼓囊囊的，有很多内脏脂肪？大腿上面又有着很多的泡泡肉？有一个重要的指标，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啊？叫做腰臀比啊，这个指标非常重要。一般来说呢，我们男性啊一般是0.85到0.9，那女性呢是0.75到0.8，是比较好的。越往上就越能证明什么呢？我们的腰围和我们的臀围啊越接近。那么腰臀比这个指标有什么用呢？它其实啊就是告诉你啊，就如果说当你的腰臀比越大，那么我们的整个往下走的这个气血通道啊就会受到影响。同时腰臀比越大的人呢，对心脏的负载能力考验也越大，而且腰臀比只要一大，你会发现这个腰粗了啊，穿衣服穿裤子啊都不太好穿。那么今天呢，我来教你一个动作，每天在家练上5到10分钟，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腰臀比，让你的肚子啊也往下瘦了，臀腿部呢也能变得更加的挺。好了，这个动作呢，我建议大家先收藏下来，同时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来讲动作，这个动作非常有趣，咱们叫做原地投篮，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看，来，1、2、3、4啊，来讲一下动作细节啊。你别看这个动作简单，你做起来如果细节抓不牢，那你这个动作做起来其实效果呢肯定是会有一些折扣。我们来讲动作细节，首先第一个啊，腿微微弯曲，然后呢起来的时候，你看注意看，是我的手臂往上挥，然后呢腿同时上抬啊，发力，整个人有一个小小的爆发力，让我们的脚底转向另一侧，你看转向另一侧。这里有一个细节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在转脚的时候啊，千万不能说你以某个脚为轴心，比如说我现在以我的左脚为轴心，就是什么呢？就这样做，这样做就很轻松，对不对？但是我们做的时候要什么？微微的起跳啊，就是说你有一个原地的跳跃加一个转身的过程啊，是不是看起来像什么呢？像这个呢，就是以我脚为一个轴心去转。这个我们转动啊，就带动腰部活动就小了。我们一定要啊，你看起来，转过来，转过来，这样的话呢，锻炼的这个难度就加了一些。然后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手，你看起来的时候贴在我们的头，2、3、4啊，起来的时候把我们的手打开，5、6、7，配合呼吸，8、9、10啊，做的时候把我们的小腹收紧。这个动作啊，它其实细节还是比较多的。咱们在做的时候啊，一定要把这些细节啊给它抓紧。我建议大家呢，一般来说，我们做上一个30下啊，就这样，2、3、4、5、6啊，做上30下为主。这个时候感觉自己的心跳速率一般在我做完以后给大家讲话，就是说我不是很喘。这个时候的心跳速率啊是最好的。好了，今天的动作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如果你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没有点赞的，记得给视频点一波赞。在别人那里呢可能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人上了年纪以后，大多数人啊都会出现肩颈上面的问题。很多人没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法，所以呢，肩颈出现僵硬酸痛的时候，要不然就是摇一摇脖子，要不然呢就是用手啊拍一拍。你会发现这样做虽然短时间之内可以缓解我们肩颈上面的一些问题，但是没过一会儿，这个肩颈啊是该酸还是酸，该疼还是疼。其实我们肩颈啊之所以酸疼难受，最大的祸根就是在于我们的一个肩胛骨。大家可以跟我做一样的动作，我从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当我把我的肩膀往上耸的时候，注意看我颈椎的变化。当我把我的肩膀往上耸，我的脖子会不由自主的跟着我的肩膀啊一起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颈椎的底座就是在于我们的肩胛骨，肩胛骨的状态好坏会直接影响到颈椎。所以呢，想要颈椎好，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我们肩胛骨上面的一些筋节，把这些筋节打开，我们的颈椎啊曲度自然会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同时呢，颈椎的压力也会减少很多，这时候我们的颈椎就会变得非常的好。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啊，就会教大家一个最全面的方法，打开你的肩胛骨，让颈椎不留祸根。我们分别会从前、内、上3个方向去完全的打开你的肩胛骨。大家跟我做完以后，感觉颈椎、肩颈啊轻松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
留言有用2个字，你的2个字会帮助更多的人。同时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免以后找不到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咱们来做第一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打开我们肩胛骨最前侧的一个点，叫做会突。那么这个会突非常重要，它虽然小，但是它上面长着一块肌肉，叫做胸小肌，直接连接着我们胸部的一个肋骨。所以呢，我们要把这里给它松开来。怎么去松？你看，手直接就是放在我们的肩部，就像我这样，你看平放手掌平放，然后呢非常简单，我们把手你看这样握拳。握拳以后呢，我们会有这个指节它顶着的这个点就是我们要松解出来的一块筋你看这样。好，压下去以后，很多人会发现非常的酸，非常的胀，很多人还会有一些刺痛的感觉。没有关系我们压下去以后，顺时针或者逆时针都可以朝着一个方向，我们去揉上一个30下到50下，压力是始终压下去的，然后就这样去揉30下到50下。然后呢，我们做完左边，再做右边。这里主要一个重点就是去找这个点。你看，掌根对着哪呢？对着我们的胸骨这块胸骨柄这块。你看，掌根贴上去完全的把手掌平着放在我们的胸口然后你看手握拳，握拳了以后呢，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指节这里直接是压在我们的胸部这里的你看压下去以后，你看顺时针或者逆时针都可以就这样揉。你会在某个地方碰到一个点或者碰到一个筋节，非常的酸胀，我们把这里给它完全的揉开就可以了。好了，这是第一个地方那么揉开以后呢，你活动一下肩膀，你会发现你整个胸口都能打开了，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好了，做完这一个以后呢，我们讲第二个点。第二个点非常简单我们要从我们肩胛骨内侧有一块肌肉叫做肩胛下肌。你看，我们手放在我们的耳朵上，那你看就这样放着。然后呢，你会发现，你看我手臂往上一移，它这里就会有一个骨头凸出来撞击我下面的这个手。我们就把手放在这样，反复移，你感受一下，是不是有一个小骨头在来回的移动？这个呢，就是我们肩胛骨的下角。我们从哪里呢？从我们的腋下，你看贴进去，手往外一张顺着我们整个胸廓的这个壁往后去穿，往后去顶你看手打开，把手往上最上面打开，然后手贴着这个胸骨壁你看往里面去按随便按你找到一个点怎么按也按不进去大概在我这个位置它会有一个骨头顶着这个骨头呢就是我们的肩胛骨下角然后呢，我们点着这个骨头内侧然后从下到上，你看点进去1、2、3、4、52、2、3、4、5、3、2、3、4、5你看从下到上反复去做一个3到5下。这个动作很多人他是忍受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肩胛骨上面已经有很多的一些筋节，长期不去处理，所以做起来的时候会非常胀所以这个动作呢，你一定要忍受着把它做完我们哪怕就从下到上做个3到5遍，我们另一侧不做，你去活动一下你的膀子，你看一下2个膀子之间的区别，就能坚定起你做这个动作的决心。好了，我们左边做完，右边再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看我手自然而然的搭着我的耳朵，然后呢，我另一只手呢是贴近我的胸壁然后你看往后去戳一戳，这个手往上移一移你看往上一移，然后手往后一戳，你会明显的戳到一个小骨头然后顶着往后顶不动了就在这里，你看1、2、3、2、2、3、3、2、3往上移这个力是往后的这个方法请一定要记住非常的重要。好了，这2个点解完以后呢，你再看一下你的肩膀活动起来你的颈椎活动起来是不是非常舒服？好了，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第3个点，第3个点呢就是我们的肩胛提肌这个也是一块非常重要的肌肉，大多数人这块肌肉都是长期处于非常僵硬的状态。我们怎么做呢？你看非常简单脖子往一侧歪，你看脖子往一侧歪，这里呢，你看我脖子这里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会跳出来一根大筋我们手呈这样握拳，就是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这一圈然后去击打在我们这个跳出来的这个筋上面从下到上都可以。击打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喜欢是这样，你看这个叫什么？甩着手臂还有一种呢，我们叫抖腕，你看手臂不动，小臂你看抖腕你看打出来的声音击打感是这样的大家听这个声音，
啊，它像个小锤子一样快速的，你看1、2、3、4、5啊，我们不用很用劲啊，你看试一下力道，2、3、4、5，头脖子一定要是歪着，把这个筋啊抱住出来，1、2、3、4、5，1、2、3、4、5，1、2、3、4、5，好。做完以后啊，很轻松的就能让你的肩颈啊放松下来，然后另一侧也是一样的，1、2、3、4、5，1、2、3、4、5，1、2、3、4、5啊。你找到某一个点啊，特别的酸，特别的胀啊，就在那个点啊多敲几下啊。这个方法的步骤啊，大家不要乱啊，记住了，1、2、3，三个步骤啊，这3个步骤啊，就形成了一套非常完整的帮助你改善你的肩胛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啊，如果在外面请人帮你做的话，那价值也是不菲的。但是今天啊，我教给大家，大家做完以后应该都能感觉到这个动作的神奇之处。如果你感觉好，就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啊收藏下来，并且把这个动作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大伟在这里教给大家的动作啊，绝对都是百里挑一的非常好的动作，能真正意义上帮你改善身体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没关注我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给我点个关注，你的一个关注啊，对于我来说啊是一个非常好的鼓励。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通过这个标题点进来的应该都是男同志，那咱们今天啊就把话敞开的说。我先给大家拿一个道具啊，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不要想歪了，这只是一个按摩器啊，你看按摩的。但是呢，我用它要给你展现一个数据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你们小的时候啊，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随着你们年龄的增长啊，20岁到巅峰，然后逐渐的30岁、40岁、50岁啊、60岁、70岁，别看它同样都是一种充血的状态。但是呢，它的一个硬度和一个它抬头的程度啊是天差地别。为什么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这个状态就大不如前？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让它回到一个更加坚挺的、更加向上的一个状态呢？其实是当然可以的啊。我们先讲为什么你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啊。首先第一个啊，就是你身体当中的睾酮素下降了。你会发现啊，日本男优他们拍片子的时候啊。不是拍片的时候，他们之前啊，所有做的一些锻炼运动都是为了工作准备的嘛。他们最喜欢练的是哪里？他们最喜欢练的就是大腿。为什么？因为练习大腿，它可以最大程度的增加我们的一个雄性激素啊。雄性激素它可以直接取决于你的一个欲望、你的一个状态啊、你的一个能力啊、你的时间长短，这些它都是靠这个雄性激素啊去能催发出来的。第二个呢是什么？你会发现啊，随着我们工作的压力变大，我们精神上面压力变大，包括我们见的东西多了，你的一个神经的敏感度是下降了啊。下降了以后呢，你的一个兴奋感、你的一个快感，它也会下降。包括很多人长期久坐，他的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充血能力啊，包括他的血管通道都会受到影响。所以综合多种因素，你会导致的，随着年龄走，我们下降。但是其实只要你能增加我们的一个雄性激素，能够通过一些呼吸训练的方法，其实就能让我们的一个状态啊是处于一个最巅峰的一个状态啊，不至于你衰退的那么快。如果你现在正因为这些问题啊烦恼发愁，感觉自己没有自信，时间短，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啊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给你一个完美的答案。我会教你2到3个锻炼的动作，这2到3个锻炼的动作，你每天坚持花上10分钟的时间去练就可以了，不用太长。这些动作都是日本男优身经百战而总结出来的好动作。好，我们现在来看动作怎么去做。第一个动作叫做假腿式深蹲，我给大家把这个动作做了优化，保证在不伤害到你们膝盖的前提下，把这个动作发挥到最大的一个性能。我们把双腿啊分开，比我们的肩一定要宽啊，大家看，大概是这个一个宽度。然后呢，我们微微的下蹲，蹲完以后，我们起身的时候，注意这里重要的点来了啊！第一个是要夹着腿去起身，第二个，我们快起身的时候，臀部收紧，把我们的一个胯部往前顶。正面看大家不明显啊，侧面看大家就能看出来了，腿微微下蹲，就这个角度就可以了。你看，大腿往内夹，然后臀部收，往前顶。好，做一个完整的给大家看啊，来，你看，1、2、3，啊，它要有力量，配合呼吸往外吐气。这个动作你也可以运用到实战当中，但实战当中呢，我们就是腿并拢，然后
腿微微弯曲，然后去做一个顶胯的动作啊，这是实战当中啊。那我们正常练习的时候，手下面可以抓一个壶铃或者抓一个矿泉水，稍微重一些的，微微的弯曲来1啊，要有一个往内夹的力，看3、4啊5，手放到臀部，感受一下你的臀部瞬间收紧，把我们的这个骨盆啊往前去顶。好，来6、7。啊，做的时候注意一个要点啊，我们的腰部不要去弯啊，这下来的时候不要弯啊，我们只要微微的弯膝盖啊，你的腰部是保持直立的，这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然后我们来1，啊，不要小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啊其实是非常考验你的一个肌肉的一个能量的一个耐力的啊。这个动作呢，锻炼的是哪里呢？我们的大腿内侧。啊，我们整个这一块啊，这一块包括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啊，这里啊都是能充分的锻炼到，而且呢，你通过这个肌肉的一个加强的训练，还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个睾酮激素的分泌。所以说这个动作可以说是一个全能的动作，也被称之为小深蹲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它是一个专属于男同志做的一种训练。现在给大家演示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分为有道具版和无道具版啊，就是针对于体格强一些的和弱一些的人。我们先做动作演示啊，你看腿要分开，完全的打开，就有点像那个相扑运动员啊。然后我们腿往下，上下的去动啊，然后呢就这样快速的把我们的臀部上下的动。那么在这样练的时候啊，它是刺激到我们里面最核心的一些肌群，而且能大大的刺激我们睾酮素的分泌。练完以后啊，这整个大腿内侧啊，包括深层都会有一种灼烧感。这种灼烧感啊，就会让我们的睾酮素啊大量分泌。好，我们为什么要说有个有道具版的呢？你看啊，板凳往这一放，我们手可以撑着这个板凳的边，把我们的腿分开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力量可以从手上卸掉一些啊，对于膝盖的保护会更好啊。对于腿部做这个动作感觉难的，我们就这样去做。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啊，腰还是不要弯啊，就这样，腿要分开，尽量把腿分开。就这样去做，每天去做上一个30下到50下。第三个动作是一个静态的练习，是增加我们局部供血的一个能力的。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呢？非常简单啊，腿微微分开，和我们的肩膀差不多宽，把我们的这个手啊双肩顶住，顶住了以后呢，让我们的腿部往内夹，然后手上呢或往外展，给它一部分的阻力啊。你看1、2、3啊，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来。4啊，夹紧啊，可以保持一下啊，再松啊，它是一个像那个坐姿夹腿器一样去夹，夹的是哪里？夹的就是我们里面。咱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个口诀啊，动作和动作之间，你们看外形可能是一样，但是它里面有一些内部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呢你不掌握，光去按照这个外形去做，很难达到啊想要的一种效果。好，来夹住以后。夹紧了，我们里面的小腹要往内收，同时呢，你要有一种啊往上提的感觉，就像你的这里的2个小丸子啊要往上收、往上提，你会有这种往上提的感觉，一定要找到这种感觉。有了这种感觉，你这个动作做的这一个才没有浪费啊，没有白费。来走1啊，小丸子往上收，来2啊，腹部收紧，3、4啊，配合吐气就是用力吐气，哎，用力吐气收紧啊，往上提，啊，这个动作非常的好，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夹的时候你这里面的2个小丸子啊要往上提，小腹收紧，同时配合吐气，把这个动作啊一气呵成，哎，你里面就会有一种灼烧的感觉，而且它的一个力量啊，就是你发的力啊，就会从大腿的这个整个内收肌群啊，慢慢的往内蔓延，直到你的核心部位啊，大家都明白的啊。所以呢，你们做完以后一定要有这种感觉，这3个动作都是可以锻炼到的。第一个动作增加你的一个粗睾能力，增加你的大腿的力量，你的耐力，包括你的整个腿部内侧支撑力。这个支撑力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啊，我们做第一个动作的时候，腿不是要向内，然后站起来嘛，对不对？那么这个支撑力，你会发现，无论我们是站着去做，还是我们跪着去做一些姿势的时候，都要靠大腿内侧的支撑力。第二个是你腰腹的力量，你会发现它这个运动呢是一种非常费事的行为。所以呢，我们在做第一个动作，包括第二个动作训练的时候，
它也能增加我们的心肺耐力，包括肌肉的这种耐力。所以呢，你在综合以上把这3个动作每天做一个计划，每天进行练习，就能够完全针对性你自己能力弱啊、时间短或者你的强度不够啊、硬度不够这样的一些问题。好，这一期的视频咱们先分享到这里，下一期的视频咱们着重的会讲饮食，男人应该怎么样去吃才能促进我们核心的睾酮激素的分泌。好了，没有关注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谢谢大家。